视频中，这位拥有20多万粉丝的韩国女网红，刚到柬埔寨旅游就神秘失踪。2天后，有人在一处工地的臭水沟里发现了她的尸体。此时的她伤痕累累，面目狰狞，全身出现肿胀，据说内裤还反穿在身上，一看就是生前遭受到非人的折磨。这起案件在韩国引起了巨大轰动，人们纷纷好奇这位美女主播究竟是遭遇了什么可怕的事情。2023年6月6号，柬埔寨金边的警方接到报警，一个工人在路边的废水沟里发现了一具紧紧裹着红布的尸体。警方随即赶到了现场。由于柬埔寨气温炎热，尸体部分已经呈现巨人状，但不难看出这具身体布满了伤痕，尤其是那张脸蛋更是遭受过严重的打击，几乎难以辨认其长相。警方通过指纹进行了比对，发现这个人正是前2天失踪的韩国女网红金允熙。按理说，这样一个漂亮有钱的女主播没有必要选择去柬埔寨旅游，她为什么会离奇的死在那么远的地方呢？金允熙出生于1990年，是一名韩国网红，平时靠网上直播聊天赚钱，凭借着迷人的外表以及超高的营业能力，她在自媒体平台上拥有着26万多的粉丝。2023年3月21号，这天金允熙在 IG 平台更新了一条动态，她称最近工作压力很大，打算去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地方旅游一段时间，等回到韩国以后再继续更新视频内容。粉丝们看到这条动态，也纷纷为她献上了祝福，希望她旅行愉快。金允熙选定的旅行地点之一就是柬埔寨的首都金边，因为这里有她的朋友。6月2日，她抵达柬埔寨的金边，但在这里仅玩了2天就诡异失踪了。起初她的朋友并没有在意，以为她玩得有点疯，可是直到6月5号，她还是联系不上金允熙，感觉有点不对劲，才慌张地报了警。警方也第一时间受理了这起案件。就在第2天，有人在某工业废水沟里发现了一具女尸，经过指纹的比对后，确定这正是失踪的金允熙。发现尸体的地点距离柬埔寨首都金边大约有40分钟的车程。这么远的距离，很明显凶手需要通过交通工具进行抛尸。警方立即对周边的监控进行调查，发现金允熙在6月3号的下午去过城区的一家诊所，她在里面仅仅待了6分钟就离开了。第2天的下午4点15分，金允熙再次来到这家诊所，可这一次进去之后，她就再也没有出来。通过路边的监控可以看到，她进去之后没多久，这家诊所就把灯给熄灭了，直到晚上6点19分才再次把灯打开。此时距离金允熙进去诊所已经过去2个多小时了。6月5号的凌晨1点左右，一名男子开着一辆小轿车来到这家诊所，倒车入库，把车屁股对准诊所门口，似乎是把什么东西搬到了车尾箱里，并在路边接了一个女子，随后就消失在了监控里。警方推断，这2个人很可能就是犯罪嫌疑人。男人开车就是为了处理尸体。警方立马封锁了这家诊所，并顺利在店里面抓到了这2名嫌疑人。这2个人是一对华人夫妻，就是这家诊所的主人，男的30岁，女的39岁。他们所经营的这家诊所并没有营业执照，属于非法经营。同时，2人也没有行医资格证，只有妻子小时候从父母那儿学了点医术，后来又交给了丈夫。随后，警方以谋杀罪逮捕了这对夫妻。被抓以后，丈夫却表示此案与妻子无关，自己的妻子完全不知情，都是他一人所为，想要一个人扛下所有，并且他告诉警方，这不是故意谋杀，金允熙的死完全就是医疗事故。按照这个男人的说法，案发头1天，金允熙第一次来到诊所，其实是想请他们为他注射一种违禁药物，但因为当时店里没货，金允熙就离开了。没想到第2天，金允熙自己带着药物再次来到诊所找他注射，可是就在注射之后没多久，金允熙就出现了不良反应，全身抽搐，口吐白沫。男人因为不是医生，只能开始胡乱的抢救金允熙。他进行了一系列诸如心肺复苏、针灸、按摩等方式，但最后金允熙还是断气身亡。金允熙身上留下的伤痕就是那时候造成的。为了能逃脱罪责，他先将尸体藏了起来。等到晚上，他先将妻子送回家以后，再开车将尸体再到郊外进行抛尸。原以为自己的做法天衣无缝，没想到这一切都被路边的摄像头给拍了下来。他表示，整个过程自己的妻子完全不知道，所以他应该不能算有罪。而对方是因为药物导致死亡，他也不认这个谋杀的罪名。但是这件事情被曝光以后，很多人都认为男人是在撒谎。如果金允熙是因为药物导致死亡，
他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报警，这样完全有机会可以将对方给救回来。但是他没有，而且从监控中可以看到，金允熙穿着休闲，没有背包，身上也没有口袋，装不下任何东西。违禁药物是怎么带来的？金允熙在死后，他的内裤居然是反穿的，这也很不正常。很多人认为这个男的应该是见色起意，侵犯了金允熙之后将对方给杀害了。可男人却表示自己不报警，是因为当地警方的种种事迹。如果告诉他们真相，自己可能会赔得倾家荡产，而且还会牢底坐穿。至于金允熙的内裤为什么会反穿，他也不知道。时至今日，柬埔寨警方依然没有公布真相。案件的真相和细节，真不知道要等到哪天才能知晓。虽然我们不知道真相如何，但都希望这起命案能够早日水落石出，以告慰金允熙的在天之灵。你认为这起案件还存在那些疑点吗？欢迎留言讨论。这期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朋友帮忙点个赞加个关注哦，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